下一次争取再快一点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想一口老血喷在屏幕上？为了这个项目，你连续半个月熬到凌晨3点，头发都掉了一大把。结果呢 ，KPI 目标不仅达成了，而且还超了5个点。你以为老板会拍着你的肩膀说辛苦了？结果呢，他的反应却平淡的像在看一张废纸，甚至还嫌你不够快。那一刻，你感觉你像是在拼尽全力挥出一拳，结果打在了你的巴掌，甚至你可能怀疑到人生。我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怎么在他的眼里还这么理所当然？老方今天说句残酷的实话，职场上最大的悲哀不是你的能力不行，而是你的高效率正在悄悄地喂大老板的胃口。你越拼命，越觉得容易，接下来给你的指标只会更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身边的管理顾问老方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，为什么你累死累活，给老板的印象还不如那个天天准点下班的同事。因为你掉进了一个劳模陷阱，你以为只要结果好，老板自然就会满意。错，大错特错。那老板的满意度从来不取决于你干了多少活，而取决于他心里的预期差。这好比去饭馆吃饭，如果呢他预计你会带他去一家米其林3星级餐厅，结果呢虽然你细心挑了一个不错的网红必吃餐厅，在他的眼里那还是差点意思。但如果他以为你今天是带他去路边摊撸烤，结果呢你却端上来一盆红烧猪头，那一刻你就是神，这叫超预期。那很多兄弟们感觉到，为什么干得越多，评价呢反而越低？其实问题就出在你可能把老板的心理水位抬得太高了。只要你有一次因为客观原因没有扛住，那在他的心里的标签瞬间就从靠谱变成最近有点打垮。所以向上管理的高手从来不靠傻干，而是靠控盘。那他们的心法呢只有6个字：低承诺，高交付。好，具体怎么操作呢？第一招，什么叫做惊喜？那普通人接任务呢，为了表忠心，张口就是老板放心，没问题，保证超额完成任务。那这句话听着俗气，但在管理的视角里，这叫自杀式承诺。那你就是把自己的脖子往绳子里套。那高手怎么接任务呢？他会先给老板打一剂预防针。老板，这个目标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以赴，但我们得把困难摆在桌面上。目前有2个很难搞的变数，第一个你也知道是预算不够，第2个是竞争对手太猛。如果这2个雷不开掉，能守住保本线就算是不错。其实潜台词就是，老板，这件事真的很难，做到了是我牛，做不到很正常。注意，这不是推卸责任，这叫建立安全预期。先把预期压到80%，再交出100分的结果，那多出来的20分才叫惊喜。那接下来第2招有意思，做项目最忌讳的是什么？就是一上来你就把全量给老板。比如说进度报告，明明你已经完成了90%，别傻乎乎的全说出来。要说老板，目前进度推进到了70%，但是遇到了一些卡点，但是我们团队正在想办法攻克，争取下周有所突破，到时再跟您汇报。那这里的潜台词是什么呢？是老板，你看我努力克服困难，但这事儿还真不简单。那为什么要留白呢？因为你要给自己留出救火的时间。那万一项目最后几天出了幺蛾子怎么办？你那手里隐藏着20%的进度，可能就是你翻盘的筹码。那第3招就是挤牙膏，就算你把活干得再快，也不要一次性把结果全甩给老板。你要学会分批次、有节奏的喂好消息。那今天告诉他渠道打通了，明天告诉他出版的方案出来了，那后天再告诉他客户有积极的反馈了。那这就像追女孩子送礼物一样，你一次送一撮花那叫土大款，那你每天送一朵那叫烂漫。你要让老板持续的感知到事情在往前走，而且总比预期的要快那么一点点。节奏感会让你获得职场上最稀缺的东西——容错率。那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说，老方，你教的这些是不是太有心机了？兄弟，这不是心机，而是人性。你不是在糊弄老板，而是在保护你的职业信用。当你学会了预期管理，老板对你的信任就会从我盯着你要结果，就变成了这是你办我放心。那最后跟大家送上一句经典台词：工作场所就像一盒巧克力，永远别让老板知道你下一刻给他的是酒心的还是果仁的。位置和惊喜才是最硬的货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干货：第一，接到任务的时候要把丑话说到前面，才会有惊喜的空间。第2呢是汇报进度，别一上来就亮底牌，要学会留意思。第3呢就是交付结果要有节奏。好了，那今天这招学会了，老板对你的预期算是管住了。但在职场上还有一种更要命的情况，如果老板自己犯了错，甚至瞎指挥，那你该开口指出来吗？如果是硬怼，那是找死；如果照做，你就等着背锅。那下一期老方跟你分享一招优雅纠错法，既保住老板的面子，又能保住你的理智。我是老方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